到处都充满羡慕的目光。可当你在外面受了伤，是谁为你点亮关怀的灯光，为你疗伤？你说你成熟大方，天下无双，轻易放心上，和朋友遍布四面八方。可当你经受挫折失望，是谁让你找回信心和力量？雨水成不了海洋，一人力量大。只要家人在身旁，相信再大的困难也变成火光。无论大事小事，大家一起扛，它一定让你远离感伤。无论伤心开心，大家一起唱。可只有家，就会有天堂。无论幸福祝福，大家一起想。希望，无论艰难困难，大家一起担，勇敢去闯，家是快乐的负担。大哥，现在怎么办？收档啦，怎么办？哇，哎呦，怎么样了啊？哇，你看我的脚肿到，哇，不行了，我看我要去看跌倒了啦。这样也好，我可以顺便去买4D。哎，你买不买？哎，好啊，帮我买2块。哇，有没有搞错？7、8、7、8这样没的事，你才卖2块啊？我身上只有2块钱嘛。哇，真的这样惨呐？2块钱连碗面都买不到，我看还是搏一搏了哦。哎，帮我收拾一下哈。哎，那你怎么收拾啊？哎呦，那些必要的全部倒进垃圾桶，还有抹干净，还有洗干净，最重要的是地洗干净哦，不然会呕洞的啊。哎，那你怎么洗啊？哇，你真的很少爷嘞，洗地都不会啊？那倒点水用刷子刷干净就是喽。记得刷干净，不然会呕洞的嘞。那明天6点开档啊。哇，6点这么早，我得送 Patrick 上学的。啊，Patrick 这样大还要送啊？哎呀，总之呢，你6点准时开档了哈。我先走了啦。啊，那你小心点啊。咦，这么恶心！这种工作怎么能做的？啊，不做了。佳琪，妈，佳琪，你回来啦！我回来了，妈。我是回来看你的。我看妈有没有变？没有，妈，你还是一样的漂亮，一样的美丽。你呀，一回来就取笑老妈。我不是取笑你，妈，在我心目中，你永远的漂亮，永远的美丽。这种话应该去跟你老婆说。有没有见到雅喜啊？为什么还没见到她？你怎么了？你看你呀，人又消瘦又疲倦的样子，你在那边是不是受了很多苦啊？啊？我一点也不苦，妈。佳琪啊，不知道为什么，
我最近呢，老是想起啊，以前我们俩母子啊相依为命的那一段苦日子啊。记得有一次你放学后玩到忘记回家，我以为你不见了，吓得我整颗心啊差一点都要掉出来了。看到你回到家，我才安下心，就像现在一样啊。当我看到你回到家以后啊，我再也不会提心吊胆了。佳琪啊，以后不要再去那么远的地方了。你怎么不说话呀？妈，你是不是又要走了？我不得不走。难得回来一下，这么快就要走了？妈，你要答应我，我不在的时候呢，你要好好照顾你自己啊。该休息的时候，就好好的休息，好。妈，你醒啦？阿佳煮了粥，你吃一点吧。妈，我看见佳琪回来了，可是啊，她又走了。你又梦见佳琪啦？妈，你别急，佳琪的队友跟我说，今天佳琪就会回到营地了。我已经跟他队友说好了，佳琪一到呢，就要马上打电话来这里，让妈第一个知道。你也急呀，我挤在嘴里，你挤在心里，还要露出微笑来安慰我。那我们都别急，我相信佳琪的电话很快就会到了。阿佳煮了粥，清清淡淡的，你吃一点吧。我吃不下呀。你要吃了东西才能吃药的。哎，那些药吃来吃去啊，还不是那样。你这句话要是给佳琪听见，一定会训你的。每一次我不吃药，他都会训我。那你小心我打小报告啊！你就吃一点吧，要不然待会儿佳琪打电话回来，你没力气听电话的。现在几点了？快一点了。每次这个钟点啊，楼下快乐鱼啊，客人最多。今天一定有不少客人啊，白跑了一趟。我已经贴了张通告在店门外，家父也会跟上门的顾客解释的。那就好。其实刚才我们还在商量，想叫妈放一个长假，跟爸出国散散心啊。不行啊，我走了啊，快乐鱼怎么办呢？快乐鱼当然是正常营业啊，有家福、佳倩、阿娇我看着啊。佳倩已经答应看着厨房了。你不信任我们啊？不，我自己过不了我这种没事做的日子。我一天不去快乐鱼啊，浑身不舒服。你们叫我去旅行啊、休息啊，还不如送我去坐牢。麻烦你了。怎么样，二嫂？妈说她一天不在快乐鱼啊，浑身都不舒服啊。都说很难说服他了。那怎么办啊？怎么办？等大妈问起的话，就老老实实告诉她，快乐鱼被令停业14天了。可是大妈受得了吗？是不是我们中毒啊？哇！哎，我刚才去跌打哦，听到第8波道的一点新闻报说，有20多个人在East Coast吃炸鱼吃到食物中毒进医院呢。哎，我们的快乐鱼在 East Coast 是不是我们啊？真的是我们呐！哎，怎么会这样的？都是那王八威们上厕所不洗手，煮出来那锅汤有问题呀！妈的，威廉那王八蛋！哎，他在哪里？叫他出来，我踢爆他的屁股啊！嘘，你的脚都已经肿到跟蚂蚱一样大，你还想踢人家？邵大哥，怎么搞成这个样子的啊？哦，没有啦，生意太好，不小心扭伤了啦。哎，你们还没告诉我嘞，那马屁精威廉呢？把他赶走了。赶走？这样便宜他？那你想怎么样？想打死人家？那我们的招牌怎么样？以后还有人敢来跟我们快乐鱼吃东西啊？小声一点，妈刚睡着啊。邵大哥，这件事情我为什么知道吗？不敢让他知道的嘞。对了，所以麻烦你说话小声一点，可不可以 ？OK。哎，妈的，他怎么样啊？他一起床就说头晕，刚刚吃了一点粥，跟我聊了一会儿，
不过聊了聊又说累，睡着了。不过睡着之前啊，还问起你啊。问起我，他不是很恨我的咩？你这不是白问吗？大妈怎么可能会恨你呢？他不恨我，为什么赶我出去？她是恨铁不成钢。哎，这句话你懂不懂啊？我当然懂啦。他是说我没出息吗？对，恨你没出息，所以把你踢出去，让你去外面闯一闯，也希望你这块铁呢，有一天能够变成钢。家福说的对，妈把你赶出去是希望你出去闯一闯，闯出自己的一番事业来。其实妈还是很关心你的。今天你开档做生意，她都记得，还问我有没有去看你的生意做得怎么样。哎呀，不用看啦，做得很好啦。那今天我的柜很快就卖完了嘞。真的？我骗你这么？你看生意好到我脚肿啊！开玩笑。老大，不是说我要怀疑你，有些人办事呢是全世界的人呢都很放心，可是有些人办事呢却是全世界的人呢都为这个人胆战心惊。老大您不信就是后者啊。老实说啊，妈是这么怀疑的，她很怕你把佳琪那笔钱亏掉。哎，我彪怎么会？不过后来我告诉妈，美丽会帮你看着那档生意，她就放心了。她说美丽嘴巴甜，人又聪明，是你命里的福星，有她帮你做生意，那就不怕了。对了，你去跟马德讲吗？美丽是我的福星，有她帮忙，我一定会福星高照的啦。哎，你叫她不用担心了，整天担心这个担心那个，担心到头晕晕。那你叫马德放心，我一定会把生意做好的啦，哈。替你着想，你竟然把他赶走啊！你真的很没义气嘞！啊，还是打个电话给他了。不要笨呐！好不容易把他甩开嘞，现在又亲自送上门了，我真笨嘞！不信又怎么样？我们男人最重要的是面子嘛！我罗家荣怎么可以给你苏美丽踩在脚下，对不对？真的这样摔呀！怎么了？我不要你看我的样子，我就知道我跌倒了吗？哎，法德，哇！哎呀！哎呀，劫数难逃，劫数难逃啊！喂，老爸，你过分嘞！那也不拉人家一把。真的劫数难逃啊！什么劫数啊？哎呀，只是鱼掉下来而已嘛，最多粘回去咯。说到什么劫数难逃嘞，我还以为发生什么事啊。我记得20多年前，快乐鱼的招牌也是这样无缘无故的，跟着就出事了。出事？出什么事？不久啊，你妈就离家出走，阿公也跟着大病了一场。结果呢，快乐鱼做到差不多要倒闭了。哎呀，那个时候哦，是你跟那臭女人在看店吗？哎，现在有马德在哦，想倒都难呢。不是啦，快乐鱼营业20多年，从来都没有一天被令关门。现在呢，一停就停2个礼拜。哎，2个礼拜就当作是放假咯。哎呀，现在只不过是吃到有点落腮而已嘛，又不是闹出人命，这么紧张做么？哎，你也知道新加坡人很贪吃的吗？只要东西好吃，他们才不管，还不照杀。可是这个招牌，哎呀，最多我帮你粘回去啦，你自己吓自己了你。你行吗？哎呀，可以啦，可以啦，小心哦。来拿来。哇，小心，扶稳哦。有一点歪啊。歪了没？左边再上一点啊，摆好它。
这样好点吗？还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这样呢？哎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哦。好好，这样真的哦。哎，可以，好了。 OK 啊，好了。好了，好。哎呀，哇，真的很帅嘞！哇，结束嘞！啊，完了，快乐鱼完了。好哎，这回还不砸了快乐鱼这块招牌。发生了这样的事，即使快乐鱼再重新营业，生意肯定大受影响。那当然了，我们做吃的最怕就吃坏人家的肚子，以后想翻身都难了。那可好啊，等我们的新店一开呀，他们就死得更惨了。不过如果我们要打出正宗快乐鱼这块招牌啊，不知道会不会受到牵连呢？哎，是啊，我也是这么担心。不如我们先别打出快乐鱼的名堂，你说好不好啊？海参啊，你怎么说？不，我们不只要打出快乐鱼的名堂，而且还要打得特别响亮。关键就在于“正宗”这2个字，因为我们才是正宗的快乐鱼，他们不是，所以他们的东西吃了会让顾客中毒拉肚子，而我们正宗快乐鱼就绝对不会有这种事情。我还是不明白。那就是要向外宣传，告诉人家，真正快乐鱼的传人已经脱离快乐鱼了，自己在外另外开多一间餐馆，为了不忘本，就取名正宗快乐鱼。只有出自正宗快乐鱼的杂鱼，才是真正的杂鱼。顾客不只可以吃到美味的杂鱼，还可以保证卫生安全。怎么没煮饭啊？Excuse me， 今天没有煮饭啊？哦，今天没有煮饭，可是有些粥在锅里面。那好，你们继续吧，继续。没菜叫我怎么吃啊？怎么让顾客恢复对快乐鱼的信心？ Excuse me， 又有什么事啊，姐夫？没菜怎么吃啊？今天朗纳排出12都有活动，所以我没有煮很多哎。那还有我吗？对不起，二姐夫，我不知道你今天回来吃啊。可是冰箱里还有一些菜。在冰箱里啊？那好不好意思啊，你们继续，继续。这叫我怎么吃啊？这意见很好啊。Excuse me， 姐夫，你又有什么事啊 ？Sorry 啊，就剩下这点菜那叫我怎么吃啊？现在大家哪有心情吃饭啊？爸妈都病倒了，店又被令关闭2个星期，我们也只是吃个粥配个咸菜而已啊。发生这种事，大家难免会难过的。不过饭还是得吃的。你看，这菜都冷冰冰的。你知不知道有一种东西叫微波炉呢？我知道啊，可是我不会用嘛。那就吃冷菜咯。吃冷菜不好吧？那你要不要我出去买鲍鱼鱼翅给你吃啊？姐夫，菜我帮你热一热，然后再煎2粒蛋给你，好不好？好吧，将就配粥吃，谢谢你啊。等一下，阿娇，你坐。姐夫，如果你要煎蛋的话，你自己去煎来吃，我们还要开会谈东西。我不会煎嘛。那就不要吃了。家福，你这是什么态度啊？你为什么不先问问你自己？你自己又是什么态度呢？够了，家福，你们先谈谈吧，我去煎蛋。煎什么蛋？姐夫，小鸟才需要找虫来喂它的，你已经是老鸟了，你觉得还需要人家喂你吗？如果你要找吃的话，麻烦你自己出去找。哇，家福，这种话你都说得出，太不应该了吧？我只是要你面对现实啊，姐夫。今时不同往日啊，你不能再饭来张口，等人家来伺候你啊。好了，你又别再吵了，等一下大妈听到就糟了。我去煎蛋了哈。不用了，阿娇，我不吃了。你们继续吧。你看你，
我什么啊？都已经什么时候了，他还顾自己有没有东西可以吃，他还以为自己是二世祖啊！好了，别说了。连一个没出息的家伙都这样对我，真的是虎落平阳被犬欺。啊，黄耀祖啊，黄耀祖，你为什么会落到今天这种地步呢？肚子啊，肚子，你干嘛这样不争气？为什么以前我吃这么多山珍海味，也不会存下一些呢？一餐没吃的，就手软脚软的。早知道我吃几块藕打桂那就好了。不如去姑姑那边看看有没有面包吃。当初我虽然不是明媒正娶的进罗家，可是谁不知道我是罗开金的小老婆？我也有在快乐鱼帮忙，快乐鱼能有今天，也少不了我一份功劳。总之啊，你在这一带的名声不是那么好，你最好不要出面啊。海生哥，你阻止他们嘛？让他们去吧，真到没力气，他们自然就会奇怪，怎么姑姑会跟这两个人在一起？好了，我要说的我都说了，我不想再跟你争了。我也没有力气跟你争了。你们都累了是吗？对嘛，有什么好争的？这场仗还没打。打仗？打什么仗？其实所谓的快乐鱼传人，只是向外宣传罢了，在里头大家还是一条心。谁是传人根本都不重要，最重要的就是要打垮快乐鱼，建立我们正宗快乐鱼的品牌啊！打垮快乐鱼？谁要打垮快乐鱼啊？对呀，没什么好争的，只要我们的店能赚钱，谁是传人又有什么关系？如果开了间店啊，天天都亏本，即使送你一个传人的名衔，你要不要？杰敏说的一点也没错啊，这是至理名言。追根究底，赚钱最重要啊！除了钱，还要报仇。先给这个女人来个下回，接着关她2个星期的店，接下来还有她好受的。海生啊，你这一招可真行！快乐鱼关店，跟海生有什么关系啊？哎呀，大姐啊，你这张嘴巴真的是守不住秘密呀！哎呀，大家都在同一条阵线上，还守什么秘密呀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不错，快乐鱼食物闹中毒，被令暂停营业这件事，幕后黑手就是我。你怎么做到的？我在他们卖的汤里头加了一点料。你怎么下手啊？他们根本就不让你进去快乐鱼啊！那你就有所不知了。海生啊，早就在快乐鱼里面安排了内应。内应？难道你买通了威廉？这件事不要再提了，小心隔墙有耳。哦。你现在在哪？哎呀，做工哦。我有一件事要告诉你啊。哎呀，爹，我很忙的，我现在连去撒尿的时间都没有。你有什么事情等我回去再说，好不好？我发现了一个大阴谋。哎呀，阴谋什么阴谋？啊？姑姑的事你打电话来干什么？打电话不用钱的啊？什么？是不是真的？你会不会听错啊？ Too much 啊，岂有此理！爹，我跟你说，这件事情千万不要让麻德知道 ，OK？ 什么事情都等我回去再说 ，OK？See you tonight， 拜拜。哎呀，太好了，收工了，收工了！哎，就来，喝水，喝水，喝水，收工了，哎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哎。
佳玉啊，罗佳玉，你怎么会沦落到要帮人家骂臭汉的地步啊？有没有搞错？叫我骂那个地方，简直是变态！我才不要受你这种侮辱，我不敢啊！喂，快啊！来！罗佳玉啊，罗佳玉，如果你连这一点侮辱都受不了，你就别想翻身了。够了！哎呀，肚子饿了，我们去接饭啊！岂有此理 ！That's too much！ 他讲什么屁话？哎呀，人家都讲出来了，晚一点带下去吗？我就跑出了，结果啊，就让我听到姑姑他们的阴谋。哎呀，想不到连那个家父也来欺负我们了。哎呀，虎落平阳被犬欺，没钱就没好脸色，这一点我终于尝试到了。哎，怪不得他也想要自杀。谁要自杀？林飞咯。他今天带我去阿嬷吃鸡饭的时候啊，一边喝酒一边吃，然后啊，酒一上来就讲了一段往事给我听。他说他当年红到发紫的时候啊，钞票数也数不完的，结果自己不会好好珍惜，把所有的钱都赌到清光，后来还变成了票房毒药，电影上一部亏一部，到最后没有人敢请他拍戏。结果怎么样？有一次他来新加坡登台啊，结果票房太差了，演唱会被取消，他连买一张飞机票回香港的钱都没有啊！哎呀，真的是走投无路，他伤心绝望，就想到要跳楼自杀。那最后有没有死啊？废话，当然没有死啦。不过他想过，即使他要死的话，也要先吃个饱，做个饱死鬼。对，这句话有道理啊。挨饿的滋味啊，真不好受的。对啊，结果他跑到一个小巷子里头。吃了一盘鸡饭，没想到那盘鸡饭竟然改变了他的命运啊！真的这么神奇？呀，原来这个卖鸡饭的阿猫也有点来头的。哎，你懂吗？阿猫竟然是个亿万富豪，不过做生意失败破产了。那不是跟我们一样？哎呀，人家是亿万富豪，我们哪有人家那么多钱啊？哎，不过阿猫跟林飞说，他也曾经想过自杀，可是他不甘心，他跟自己说自杀就好像成绩单里的 F9， 代表这一生就是 fail。有什么比拿 F9 更糟的？为什么自己不要给自己一次机会？即使拿不到 A1， 拿个 C6 或者 D7 也好啊，对不对？对，那至少不会 fail 啊。结果阿猫这番话就打消了林飞自杀的念头。林飞呢决定重新再来，不过他又不能够沦落到像阿猫这样卖鸡饭为生哦。他决定东山再起。即使拿不到 A1， 拿个 A2也好。那他成功了？他不是回去拍了一部电视剧《大家族》，结果死于翻身啊。所以说，人的运气还是会回来的，不会永远都是 F9 啊。哎呀，不过也要去争取嘛，你不能够坐在那里 A1、A2 就会这样掉下来给你捡的。哎，你懂林飞怎么跟我说吗？你要自己找机会，不要坐在那边等机会来找你。有的时候，机会可能是很小很小。不过，你还是要努力去抢，不敢去抢啊，不能够软弱，哇，要凶。有的时候，可能有啥的手段，一定要。现在在你的眼前，叫大大的一个字：钱。其他一切都视而不见，眼里只有一个钱字。一定要想尽办法去抢，即使人家要你下跪，你就下跪；人家要你当狗爬，你就当狗爬；人家要你套着三角裤，你就套着三角裤。总而言之，要六亲不认，没有自尊，不择手段去抢钱，抢钱，抢钱。哎，你不要惊讶哦，林飞这番话真的是一言惊醒梦中人哦。他说。反正这就是一个抢钱的世界，我们一定要想尽办法去抢钱，要不然你就会给人家当着下人来使唤，order 来 order 去，抹臭汗，还给人家瞧不起啊，给人当老鸟。所以我们一定要用尽办法去抢钱。对，抢钱。那怎么抢？
打劫银行。哎呀，你 crazy 啊，发神经啊！我不是这样的抢法了，我们要抢的光明正大，抢的天经地义。哎，我想到第一个要抢钱的人呢，谁？William。William。哎，他来了，我提醒你啊，待会千万不要给他好脸色看，对他越凶越好。这样够凶了吧？Scare the shit out of him， 把他吓都吓死 ，OK？ 佳玉，药酒。要喝点什么？不用了，不用了。你们找我有事吗？当然是有事啦，要不然你以为我们吃饱那么空闲啊？好点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对快乐一发生的事情，我很抱歉。哼，抱歉，一句抱歉的话就行了吗？对，事情没这么简单。对呀，你干的好事，我们大家都知道了，真的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！哈，竟然做出那么卑鄙无耻的事，亏我的妈的对你那么好，你还恩将仇报。是我的错，我对不起快乐鱼，我对不起老板娘，我对不起大家。喂，你到底收了人家多少钱呢？啊？你说什么？你不用装了，你的阴谋我们早就知道了。这不关嘉喜的事的。啊，你干嘛那么紧张？难道大姐也有份？这也不奇怪，连姑姑都跟他们同一阵线。你们不要误会，这件事真的跟嘉喜没有关系的，是我不好。OK， 反正现在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怎么一回事，你自己说怎么解决？我不知道。不知道？好，我帮你算。那快乐鱼呢？停业2个星期，每一天的收入就是1000块钱，2个星期就是14000块，还有加上精神上的损失、名誉上的损失。还有啊，快乐鱼重新营业的时候，生意一定大受影响。对，这些损失啊是难以计算的啊。不过呢，看在你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份上，我们就随便吧，赔偿2万5。啊？2万5啊？喂，2万5已经很便宜你了，我们可以报警抓你说你蓄意下毒，到时你就麻烦了。喂，你到底赔不赔啊？我赔。那钱呢？拿出来。喂，William，那讲真的，2万5真的是很便宜的，你就爽快一点拿出来。可是我身上没有那么多钱呢。啊？你不是要跟大姐开店的吗？怎么会没有钱？就是因为要开店，所以手头上比较紧。那好吧，给你1天的时间，明天行不行？我想应该没有问题吧。还有啊，这件事情我的法德交给我全权处理，你千万不要去烦我的家人啊，尤其是我的妈的，她现在身体不好，不能够受刺激的，你明白吗 ？Understand？ 明白，我明白。没有叫啊，我走来走去，看到不是馄饨面就是鸡饭，看到死了。好，这箱袋里头的东西来来去去，还不是这些食物。哎，Patrick呢？他说他去厕所。怎么了？我刚才上厕所看见一只好大的老鼠啊跑过，吓得我尿都尿不出来了。你看你。连裤子都没有穿好，是不是要让你的小鸡鸡给全世界人都看到啊，儿子？你都那么大的孩子了 ，disgusting！ 你如果看见一只老鼠，你也会喊救命的吗？我才不会像你这样啊，胆小女人！好了，不要吵了。你也真是的，只是一只老鼠也怕成这个样子。You are a big boy， you know， 你还要当兵，要有男孩子的样子吗？是啊，那将来长大后怎么追女孩子啊？你还保护女孩子的？看见老鼠就叫女朋友抱哦！你厉害，你去抓一只老鼠来给我看呐！不要吵了，在干净的国家还不是有老鼠爬来爬去？这种地方当然有老鼠啦！你看地上全部都有食物，没有老鼠才怪。对喽，我刚才还踩到鸡屁股，差一点就跌倒喽。以前你们去大餐厅、大酒店吃，还不是一大堆 complain 啊？现在才知道以前有多么幸福了哈！新加坡有多少人也是来这种地方吃东西的，他们的日子也不是这样子过。妈咪就不相信你们的胃会跟别人的不一样。哎，
刚才你不是说肚子饿，还不快去买东西吃？爹地，你可以陪我去吗？我怕我又碰到大老鼠哎。哎，老鼠有什么好怕的？其实是老鼠怕人，所以看到你才会跑啊。就是咯，老鼠看见你啊，以为碰到大肥猫，吓都吓死了。你才是花脸猫啊！嘿嘿，不可以这样讲你姐姐的啊。他出门的时候常常偷化妆了，花了一只花脸猫衣啊。Shut up！ 够了 ，enough！ 你们两个不要好像贴错门神一样，一见面就吵架，烦死人了！赶快去叫东西吃。等你给我2块半，我不要在这里吃。算了，就在这里迁就好吧。我就吃不下，没胃口啊，怎么将就？喂，你好了哈，don't be rude啊，这样跟爹地讲话的吗？我就是吃不下这里的东西嘛。算了，不吃了。不吃你要当神仙了。OK， 妈咪给你2块半，你自己想办法，你要吃什么自己吃。那。算了，你拿回去吧。不过你可不可以给我15块？你要15块干什么？我要去吹我的 eyebrow。你连饭都可以不吃，你要去吹 eyebrow？ 最后一次。No way！ 才13岁，给我好好的读书啊！不要整天跟我讲 trim eyebrow rebond hair。兰娜。哎呀，你不要管他，让他去啊！越来越不像话。妈咪，怎么？你要学你姐姐啊？不是，我的肚子很饿，胃口很好，叫多多的吃完。OK， 妈咪给你2块半，你自己去买东西吃。妈咪，我只是想问你啊，我可以不可以打包回家吃？为什么要打包回家？因为我怕又碰到大老鼠。OK， 自己去买东西回家。小心点啊。OK， 拜拜。拜拜。鸡翅膀放1盘，多少钱？1块半。鸡翅膀一只多少钱？1块。给我1只。好。堂哥。哎，小弟要什么？给我2个鸡翅膀打包，不要饭，多少钱？2块。2块。还有5毛钱。阿弟，我妈咪刚才忘记打包1包白饭，你可以给我1包吗？好啊。咖喱蔗柠多多。好。安迪，给我1块马铃薯。小弟好了，谢谢安迪，多少钱？3毛。这样可以赚了2毛钱。6，现在为你播报手脚，7、4、7、4。你们搞错，74啊！哦，为什么我这样衰？明明拿的是74吗？自己屁股痒，把4换成8嘞。什么7878，7474吧？他都叫我买7474了咯，为什么不买？哇，真的是走宝嘞！走宝？难道走了美丽就是走宝？那你看啊，55到脚肿，挂招牌挂到招牌比价，我连头奖都跑掉嘞！我说真的哦，如果没有这大嘴巴，上次就会被警察把我当毒贩这样抓去了嘞。哎呀，他对我也算是讲义气了啦。可是我嘞，最多打个电话给他，跟他讲 sorry 咯。哎呀，其实哦，他没有我的日子也难过嘞。我连电话都要看啦，这么真的气我，气到要跟我绝交咩？我看是舍不得我找上门来了啦。来，哎，小心点哦。哦，行了，谢谢你啊，你可以回去了。
不行，我帮你拿进去吧。你的脚刚擦了石膏，不能再伤到的。没关系，又不是很重，我自己就行了。不要推来推去啦。哦。来。哦，来。哎，大哥，sorry 啊，我脚受伤不能帮你们呢。啊？你的脚什么事啊？哎呀，摔咯，人摔起来哦，那好多人的脚都会变巴掌嘞，哎，还有头奖都会飞掉啊。学长，我先走了。哦，好，来，慢走啊，谢谢你。好。哎，许四，我在这里会不会破坏你的好事啊？哎，如果会哦，你先打个电话给我啦，我会做人的嘞。哎，大哥，你在说什么？哎呀，大家都是男人，不要不好意思嘞。那你只要打个电话跟我讲，大哥，我的女朋友上来嘞，你知道怎么做？我就去喝杯咖啡，看场电影，等过了12点再回来喽。哎呀，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，阿妹她只是我生意上的伙伴，最多也就是好朋友那么简单。你不要假啦，你这个人哦就是假正经嘞。如果不在这里哦，我看你早就拉她进房间了喽。大哥，这种话你千万不要乱说啊！阿妹可是一个正经人家。哎，你以为女人不香啊？她心里哦蹦多么希望你拉她进房间呢。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。小志，哎，你看，哎，人家等不及了，又回来了，快点去啦！小志，什么事啊？我前夫他来了。前夫？对啊，他说要找你算账啊！啊，快关门啊！快点啊！哎，学子要栽。他的前夫很凶的。他凶，我比他凶嘞！哎，来，哦，那你们2个哦，先进房间，这里交给我 ，OK？ 大哥，那你要小心一点啊。哎，知道了。开门！哎，你找什么？我找我老婆。谁是你老婆？阿妹。阿妹是你老婆？我有没有搞错？人家已经离婚了嘞。他是给男人指使才跟我离婚。那个男的住在这里卖这货的，叫他出来，我要当面跟他解决。解决什么？老婆的问题。怎样解决？哦，你要钱呐？100万够不够啊？我烧给你了。王八蛋，你说什么？你给我出来！我为什么要出来？出来！哎，你有本事哦，就进来啦！出来！哎，有本事哦，把门拆掉喽！出来！奇怪，怎么没有声音了？对不起。你想干什么？你不能出去，你脚伤刚刚好，他会打你的。可是我大哥。这样吧，我就去跟他谈，你在这里哦，锁好门啊。要我就可以，叫那个男的不要当所有的乌龟，敢玩我老婆就不要躲起来。岂有此理！叫他给我2万块，我去放过他。太过分了！你去想男人赚的钱，你马上跟我走，要不然我爸就在这来抓你啊！不准你再打妹！不准你再打妹！王八蛋！哎，出去！阿妹，阿妹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。对不起啊，学子，给添麻烦了。没关系，没有关系，
只要你没事就好了。他为什么不肯放过？他为什么不肯放过我？他为什么不肯放过我？哇！当我完全不在了，还说什么是生意伙伴，我鬼才相信。终于等到结束，爱退回原处，该愤怒还是该认输？爱得那么投入，却不得不无助的向距离屈服。终于还是等到了落幕，无奈的退出，像个当初先变得孤